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stands an ancient and legendary volcano known as Mount Rinjani. This is not just a mountain, it is a sacred ground for warriors seeking the ultimate challenge. In this episode, we will advance towards the enormous volcanic lake known as the Child of the Sea, getting up close to Mount Balujali, the baby volcano inside Crater Lake. 前情提要：上一集我们一路从登山口出发，穿越各种地形，抵达人线上的圣巴伦营地，又在隔天挑战整趟行程最困难的超陡登顶之路，每一步都是挑战。最后，终于赶在日出前成功登上印尼第2高的火山林贾尼火山，最终返回营地。这一集我们不仅要前往圣格拉安纳 Child of the Sea， 更要挑战尚未有人拍摄的林贾尼第2峰 Mount Sangkalian。这里是1000年前大地的伤痕，也是岁月如梭的沧海桑田。古老的火山中孕育出活跃的新火山，这是一本立体的大自然变迁历史书。我是主持人袁唐，我将带着你们跟着我一起继续展开这趟冒险之旅。I'm from Taiwan, and this is an adventure I'll never forget. This is Mount Rinjani in Lombok, Indonesia.继续上一集，我们在登顶完林贾尼后，便下山回到营地。午餐一样是非常的丰盛。午餐来了。告诉你们，女生的分量也一样。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AV 的团队服务非常好，一到营地就煮好点心以及热腾腾的午餐给我们，分量非常足够。吃饱喝足后，背夫们迅速收拾营地，我们就正式出发啦。我们到这个岔路口。这个叫做什么 ？Danau Lake。OK， 前往这个 Danau Lake。哇，其实这个峭壁也蛮峭壁的，其实就看到很下面呢。好像一些欧洲的景点，一个仙境。Yeah， you're amazing。我觉得最佩服的是那些向导背夫们，他们是直接走这么斜的路下来。刚刚他们好像走这条，然后还要平衡呢，有够厉害的。林贾尼就是这样子，这么漂亮的道路上满满的垃圾。他们有些东西，哇，好多垃圾哦，打爆眼，破坏美景。林贾尼会不会有一天就分了？它会爆发吗？直接爆发，把这些垃圾都清洁干净。真的会清洁。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小径啊，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绿栏杆，然后有绳索，然后这样一路这样子下到那个湖边的营地。那其实，在2018年前呢，向导他们说，这边其实是很漂亮，它是规划很好。但是后来2018年的时候，好像火山爆发还地震，就把这边的路都震垮。下切到火山口湖的路，算是沿着一整片峭壁陡下。午后的云雾快速卷动，让这路上多了几分仙气。过桥啊！哇，这个大峡谷啊！哦，很深哎，这个感觉出去会是一个瀑布哎。这个小径蛮漂亮。前往火山口湖的路是上上下下的山中小径，我们穿越了一些小小的攀爬地形，走在开阔的山谷间。我们现在抵达了。从这边看过去，超像一个仙境的，就是湖上面有那种袅袅的雾气。Oh my god！ 随着我们越接近湖边，两旁的植物也越来越茂盛。这里的植被跟台湾的不太一样，我说不上具体的差异，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在探索异星球，处处是惊奇，是未知，是让人内心雀跃的惊喜感。我想，这或许就是在异国爬山的乐趣吧。哇，已经看到那个湖底在那边，然后旁边就是这个第2高峰，近距离观赏，哇，就是更是的雄伟。喂，有没有看到湖水了？天哪，
高高的凸出来。哇，它这边一样是什么都有卖啊，厉害了。北碧的他们的团队好像疑似把我们直接安排在最湖边，所以我们会享受到湖景第一排。Oh my god！ 湖景第一排，它直接是打开就湖哎，哇！然后那个日落就在我们前面，哦，那火山在那边，就在那边，哇！是大家都扎在湖边哎。OK， 终于我们抵达了这片巨大的湖泊色格拉阿纳，又称海洋之子。这里海拔约2000公尺，是印尼第2高的火山口湖。湖的东边耸立着一座小火山，这座活火山就是 Mount Balujali。它就像是巨大火山口中孕育的新生儿，充满生气。旁边还看得出当年熔岩流出凝结后的痕迹。据说色格拉阿纳湖水的深度达230公尺，曾经还有人在这里进行潜水过。我们沿着湖岸扎营，这里不仅有登山客，也是当地人会来扎营钓鱼的地方。一整排湖岸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帐篷，非常热闹。我们在日落前看着眼前的日照金山，望着钓客们悠哉写意的背影，这一刻恍惚间犹如置身梦境。傍晚，我们随着日落的余光前往大约10分钟路程的野溪温泉，在夜色里依稀可见山谷中阵阵雾气。我们一行人换去身上衣物，就在火山湖旁的野溪温泉池里洗去了一身的疲惫与辛劳。所以一大早在跑。回到营地 ，Evita 的团队早已为我们做好又一顿丰盛的晚餐。伴随着幽静的湖面，晚风阵阵，萤火升起，今晚注定是个浪漫的夜晚。哇，搭配着萤火，各种湖边浪漫。今晚是我们在海外的中秋节，月光被树梢挡住了，但是不减我们的兴致。就这样，我们在离家乡1000里外小岛的火山湖旁，围着萤火谈天说地。不说，还以为只是个露营行程，没有爬山呢。我想，这就是林贾尼这条路线最大的魅力吧。隔天早上，拉开帐篷是一幅幽静的美景，看着当地人在岸边惬意的钓鱼，背景是一座小小的火山锥，脸上洋溢着是钓到鱼后最纯粹的笑容。那抹笑容正是没有国界的世界语言，感染了我，也美好了一天的开始。各位，我们已经在湖边的火山起床了，然后早餐马上就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湖边的飨宴，吃早餐了，耶！我们今天是吃这个 pancake， 然后还有这个炸香蕉，然后呢跟着这个火山湖在旁边，上面还有一些椰子渣，太臭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在钓鱼。9点49，我们时间还多，我们决定去探索一下湖的周遭，看一下这个火山湖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景色，带大家绕一下这个湖。走吧，走吧。早上，我们沿着湖边探索，往 Mount Balujali 的方向前进。湖水可能因为地底硫磺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渐层。看着眼前此番美景，我不禁升起一个大胆的想法。好想解锁在火山湖里游泳的成就。经过当地人的确认，里面确实可以游泳后，我就这样跳进这个巨大的火山湖中啦。低角度。火山湖游泳成就达成。没有晕汤，真的是一个正常人。哇！水怪，两人被水怪。哇，超漂亮！好爽啊！哇，跟外国人在这边游。好，我要去温泉了。由于我们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所以游完泳的我，甚至又再去了一次野溪温泉。
并且跟热情的当地人一起泡，超级舒压的。From Taiwan. So comfortable. So comfortable, right? Yeah. After take 5 minutes, It's very hot, right? not hot anymore, yeah? Angkat mas. 这里的温泉有非常多池，我每一池都泡了一下，不仅把身上的火山灰都清洗干净，也得到了身心灵满足。哇，这个水是有在流动的，感觉比较干净。太舒服了，回去应该刚好可以吃午餐。各位，现在好热，我们要吃午餐了，一样12点吃午餐，然后享受的这个美景。白天跟晚上又是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后面的第二高峰就在后面。然后刚刚我在泡温泉的时候，有跟当地的印尼人他们聊一下，他们说第二高峰是没有第一高峰难，所以叫我放心。所以我觉得 OK， 就没问题，就在这边。观众，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超美绝美的湖边营地了。那我觉得我今天已经非常满足了，我在火山湖里面游泳。然后呢，又再去泡一次野溪温泉，然后最后在火山前面吃了午餐跟早餐，所以我已经大满足了。这里真的现在只要再好美呀！现在只要再走3个小时就可以到上面营地，那边也是听说，可是听说巨漂亮。日落是不是？没错，我们赶看能不能赶到日落。我只好用那个美景来疗愈自己。对，出发。吃完午餐，我们终于正式离开湖边，前往第3天的营地扎营了。其实一般人走的是3天2夜的行程，通常一样也是扎营在湖边，但是大概今天一大早就会拔营下山了。然而，由于我们是4天3夜的行程，才多了这整整半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在湖边玩耍。今天的行程非常简单，预计大概爬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营地。然而这3个小时可不是轻松的平路，而是连续的上坡之路。各位，刚刚就是我们的 guide 他说他感受到有一点地震，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走碎石坡，就是之前地震落下来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走那边要快速通过，会比较危险一点。OK， 对，依照我们目前的状况呢，这个湖边已经把我们完全的制约住，我们一直在这边拍照，大概以这个半小时前进10公尺的速度前进。好美哦，仙境思密达。我们现在要走这条碎石路上去，走3小时，各种地形一次满足。其实这边有3个火山口，我们看到那个离我们最近的那一面是最近爆发的，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火山口在另外一侧，所以这整块其实它都会有可能不是从原本的地方就爆出来。然后呢，上一次爆发的时候呢，这个湖被禁止了3年都不能下来，所以这样的美景其实是很难得的。OK， 就是有可能它一爆发，你就又没办法下来，没办法看到这些漂亮的风景。现在我们开始上坡，要上到上面的营地。我们希望能在日落前抵达，因为听说上面的风景非常的劲爆。前往营地的路其实不远，然而却远比我想象中的陡峭。我们走一走，就看到这个开阔的地。连续的爬升让每个人都气喘吁吁，但是过程中的风景完全弥补了攀爬的辛劳。每当我们走累了，回头一望，就是不同角度跟高度的火山湖大景。各位，然后火山口变到在这个人脉后面了。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地形越来越陡峭。然而，此时最令我佩服的就是当地背夫们强大的登山能力。他们穿着夹脚拖，挑着担子，竟然可以行走在几近垂直的地形上。有些路段甚至非常狭小，然而他们却可以保持着绝佳的平衡力。有梯子了，你就知道有梯子，你就知道这边有多陡啊！这很恐怖啊！是绳子当墙啊！各位，这段路我是抓着绳子，然后东倒西歪，然后手又扶，拿登山杖才爬上来的。可是你们看，这些背夫
他们基本上是单手的，直挺挺的上去。To the Sigara Anak Lake， 从这边。哎，还有这种陡峭梯耶！啊，这个外国人已经进入丧尸步伐，但是据说他们是直接攻顶，然后就直接下来攀到这。哇，这边跟百岳路线差不多，就是走这种峭壁边缘。这边上去就到了，哇，感觉是，哇，这种居高真会怕，哇，那些挑夫背不怎么背的啦，歪七扭八的阶梯，哎，看到了，海洋说，看到这个就到了，哎，耶！ Yeah! Finish! Hi! 哇，这个营地好壮观哦，好漂亮。我们去找小木马。耶！抵达！啊！ 你到底是怎么上来的？你凭意志力上来的。好棒哦！恭喜我们完成了。我刚刚踩着无情的步伐，我远远看到你这样，对，你摇来摇去。我超累，但是我逼自己不要停，然后小心安全，因为停下来就走不动了。真的，只能靠意志力。完成了。哦，刚刚那真的是这样子抖，这样子抖。然后它3小时不是距离，是距离其实不长，因为它抖会比较慢。但是我还是在5点10分抵达了，中间还边拍照。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那群外国人，哦，就是那个现在走出来那蓝色外国人，好压迫我，太棒了！啊，这个营地完全包场，就在我们后面，给各位看一下，他们向导这个速度超快的，已经要上来了，耶！ 这里是位于火山口边缘另一侧的大营地，我们赶在夕阳落下前抵达这里。一整片黄金色的草原，颇有台湾金色起来的感觉。AV 的登山团队最贴心的就是总会提前在我们抵达时搭好帐篷，所以我们基本上东西放下就可以继续拍照探索，然后回来就有晚餐可以吃了。今晚风大，我们刻意扎在避风侧，欣赏一整片的落日美景。 而另一边则是可以远眺昨天登顶的林甲尼最高峰，以及美丽的小火山及火山湖。营地在这下面，我觉得向导给我们选的地方不错，因为其实那边是背风处，所以是比较不冷。哇，看到远处了吗？是那个夕阳的那个打在海面上的光哎 ！Oh my god， 好漂亮哦！第2高峰。 看起来这一面没有很难爬了。我们在火山边缘待了许久，看着金黄色的夕阳逐渐把天空转为火烧般的美丽彩霞，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营地。今晚一样是丰盛又好吃的晚餐。哇，我们的夜晚饭，哎，看起来是有酱的，我喜欢这种的，搭配着极具氛围的萤火晚会，伴随着月光，我们再次得到充分的休息。 现在3点50，我们第4天的林甲尼行程也是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准备4点出发，然后在路上鳌山日出。哇，一早，这个山导们还帮我们做了热咖啡可以喝，这个真的是登顶前非常需要的东西，热热的。 观众，现在呢是4点42分，我们准备出发去第2高峰。这个行程是比较少人安排的，然后我们就也想走上去看第2高峰
看看它的 view 怎么样。然后就是因为网络上资讯也很少，其实上去要3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出发的时间应该是不会在登顶的时候看日出，但是在路上的人线看日出，我想也是非常漂亮的。Oh my god！ 哇，厨子哎！看到光了。Summit Point, it's up there. 哇，出来了。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是日出时分了，快要了。然后呢，那个旁边的那个晨光都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只差最后一里路，到这上面应该就可以看到湖了。所以必须继续前进。我相信只要自在。我相信明天，我相信清晨就会碰到天。看到日出的霞光了吗？在那边，哇！超了！把这美景分享给大家。月亮在后面，湖在下面，登顶就在上面。黑波头 ，OK。Yeah。Thank you, Ding。哇 ！Sunrise！ 哇！终于，我们赶在日出的那一刻登上了林贾尼的第2高峰。好亮，好累。登顶！耶！哇！3126公尺 ，Second highest summit。Mount Sankalian， 林贾尼第2高峰，海拔3126公尺，是我们行程最后一个目的地。我们在这里不仅赶上了绝美的日出大景，从第2高峰的山顶更可以远眺林贾尼主峰以及巨大的火山口湖。从这里，你更可以感受到林贾尼主峰3700多公尺的雄伟与壮阔。当我们真正置身其中时，那种油然而生的崇敬与兴奋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一起坐在峭壁上，感受脚下大地狂妄放肆的杰作，一起沐浴在日出金光下，留下幸福感动的潸潸泪水。最后一个山，好漂亮，好累。小莫的泪水是登顶后的喜悦与感动，也是整趟行程所有艰辛的浓缩。每一滴泪水或许都是一个故事，是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坚强吧。登山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专属故事。随着登顶后，我们在林贾尼的故事也即将来到尾声。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已经登顶了林贾尼的第2高峰，3126公尺 ，Mount Sankalian。那这一次真的很感谢跟 Abby 的过来，然后呢，他帮我们准备了精心安排这4天3夜的爆拍之旅林贾尼行程，耶！然后呢，这个山顶呢不仅漂亮，日出主峰的地方更漂亮，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然后这次呢，我也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 guide Ding 跟 Jaga， 哎，谢谢他们 ，Thank you very much。Come on， yeah。Okay， Taiwan good， yeah， Lombok good， OK， 马来西亚 good。好，那我们就在这个次高峰上面呢。再拍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林贾尼这次4天3夜的行程就正式结束了。然后也很感谢 Abby 的邀请 ，Abby 的帮助，才能让我完成这个林贾尼的梦想。因为当时我在巴厘岛的阿贡上面的时候，我看到林贾尼之后，我就超想来，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这一刻，小莫刚刚都哭了。好，完成，拜拜。下山的路途依旧是沿路的大景，我们沿着火山边缘满满的眷恋。
因为离开这里后，我们就看不到这片壮观的景色了。回到营地 ，Evido 的登山团队一样早就帮我们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我们一好了，他们就开始帮我们收帐篷。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离开这边，然后下山。大概据说啊，下大概4个小时左右。随便都这样绑起来，准备离开，直接从这下山去。哇，我的大腿好酸啊！下山的路一样是满满的火山沙尘，鬼心似箭的我们用飞奔的下山，然而意外就此发生，灿宇一不小心就扭到了脚，发生了悲剧。我们的 James 哥，灿宇他刚要拍一些 GoPro 稳定，要拍我往前跑，太敬业了，太敬业了。然后他大扭。OK， 我走走看，你先慢慢走，慢慢走。可以啊，没有那么严重。OK， 刚刚很痛，现在不知道。那可能中扭。现在有肾上腺素啊。Oh my god！ 我们的背负超好的，还看到灿宇扭伤，他就说，还是他帮他先背那个背包。但我应该不能那么快。我觉得现在还好。然后灿宇就说不用，我等他这不行再给他背。背包还是要背灿宇啊？啊，真的啊？是啊。哇，他是这样啊？哇，好伟大，好强哦！感动。可是灿宇80公斤哎，那个确定比他的那个弹还要重哎 ！Oh my god！ 你想不想被背？被背好像蛮好玩的，你还可以练，继续录 GoPro。Evido 团队的背夫们人非常好，很主动的帮扭伤的灿宇分担所有的重量。我想这就是好的团队会提供的服务。整趟行程能如此顺利，都要归功于 Evido 登山团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对林贾尼或是其他海外行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与他们联系，并且询问有没有原堂相关活动优惠哦。他们是由一群马来西亚年轻华人经营的登山团。不仅服务专业，主打带你爬山、帮你拍照外，由于多语言的能力，可以说中文，也可以用印尼文与当地人沟通。这一点让整个爬山过程都非常的安心，也能及时做相关的介绍以及翻译。我个人非常推荐。怎么样？有什么话要对镜头说？就算受伤，还是走得比阿公阿嬷快。没有，快没有用啊！平安下山才是重点。但我刚刚也没有在干嘛，我刚刚就突然踩到一个。突然崩掉了一个碎石。我们现在离我们的 gate 还有最后1公里，我们要欢迎我们残障奥运的金牌选手参与，他会带领我们在20分钟内达成这个任务。我都用跳的。出发 ，Go！ 我开始抢。然后拍到的大鸟。这奥运界的金牌刘灿宇现在正在。剩下最后1点可以要冲向终点线。好狂哦！这个白咖人到底怎么办到的？白咖人怎么办到的？突然玩有白咖。记者在后面追，还追不到。记者想要采访他，还追不到他的速度。这难道就是奥运金牌的实力吗？刘灿宇先生。再快，我会死。最终，凭着惊人的意志力，扭到脚的灿宇在高速下一路过关斩将，我们终于抵达终点。看到路口了，我在前面了。耶！哎，Andy， 我们终于要登出了。Come back. Yeah，Thank you. Yes. Not good 的脸，Not good 的脸。Yes。耶！林贾尼完成！回想起整趟林贾尼的行程，就像一场不真实的美梦。在这梦里，我们翻山越岭，见证了林贾尼火山多样的地形地貌。我们挑战了超陡的主峰之路，也在火山湖边欣赏了美丽的湖景，观赏湖中火山。这是一趟非常特别的4天3夜行程。我们也在最后带着大家一起揭露林贾尼第2高峰的神秘面纱。这里或许是上帝在过去意外留下愤怒的足迹。如今湖水宁静，
但可曾想，这片湖光山色，在西元1257年时，可能是人间炼狱。当年就在同一个地方，4000多公尺的圣拉斯火山，巨大的喷发及爆炸，直接摧毁了一整座火山。大量的火山灰，甚至直接造成全球气温在几年内快速下降，进而导致小冰河期的产生。而冰河期导致的饥荒战乱，又间接促使地球上许多帝国的灭亡。这场过去几千年来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喷发，竟然就发生在这个小小的龙目岛之上。而我何其有幸，能亲眼见证这一切，并站在这个史诗故事的自然遗迹之上，亲自感受这片大地带给我的深深震撼。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是元堂，这是我在印尼龙目岛林贾尼火山的故事。那下一次元堂又要混哪里呢？完成做这个会回去很猛。扣点的任务。这是3级了，啊，3级了吗3级吧？够吗？没有啦，我不知道，应该至少2级，至少2 2级。级啊。对，哦，那个手机的吗？哇，看起来很不错哎。呀，A B 的安排的最后一天住，我跟你讲，这几天我们住的真的都挺不错，这个在印尼真的住的都蛮好的，很舒服。好啦，各位，这边呢，大概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可以看到林贾尼的火山主峰跟下面的小火山还有湖最后一个 view 了。从这边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会背着山下去了。那如果呢大家喜欢这支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好，也请继续追踪我。然后呢，如果你有想要看元堂去哪里海外挑战任何的3月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maybe 我下一次就跑去尼泊尔爬山给大家看啦。OK， 太美了，林贾尼，呜呼！我是元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加分享哦。元堂混哪里？我们下次见，拜拜。